完成电子零件组装后，再将这些零件安装上机台前。这集会先针对 Raspberry Pi 与主控板的 Clipper 韧体进行设定。嗨，欢迎来到 Slow， 我是 David。Forum 软体在官网上有提供安装步骤。首先要决定使用哪种网页界面。Forum 官方推荐 Mainsail 与 Fluid。Octoprint 因为在部分使用者回报会占用太多 Pi 的资源，而导致在高速列印上会有瓶颈，而不建议。Mainsail 与 Fluid 皆是为了 Clipper 而设计的网页界面，提供远端控制 Pi 与 Clipper 韧体。两者在界面设计上有些微差异，可以先至个别的官网了解界面设计，并决定使用哪种。这边我选择使用 Fluid 来进行 Pi 的安装，透过 GitHub 下载 Fluid Pi， 同时因为使用 Windows 系统的关系，下载并利用 Balena Etcher 进行镜像档的烧入。最后，如果显示出无法读取，属于正常现象。如果未来要使用 Pi 的 Wi-Fi 进行控制，在烧入完成的 microSD 卡中寻找 Fluid Pi WPA Supplicant 的文件档。如果透过资料夹无法开启，则需拔起 microSD 并重新插入。这边有特别说明，不建议使用记事本开启，因为可能会导致程式码错位。利用 Notepad++ 修改文件档中的 Wi-Fi SSID 与 Wi-Fi 密码，同时下方可以选择地区代码，其他未列出的地区代码则可以透过连结寻找。修改完成后，储存并关闭，将 microSD 卡插入至 Raspberry Pi 的卡槽中，并将 Pi 上电开机。这边 Windows 系统需要透过 PuTTY 进行 SSH 的连接，透过登入 Wi-Fi 分享器来寻找配给 Pi 的 IP 位置，在分享器上会找到 Fluid Pi 的标签，将 IP 位置输入至 PuTTY 中，并点选下方远端连接至 Pi。第一次连上 Pi 后，输入预设的使用者 Pi 与密码 Raspberry。接着依照 Fluid 官网的步骤输入 sudo raspi config 来开启设定选单。透过上下左右控制选单进入 System Option Password 修改新的密码 Localization Option Time Zone 修改时区以及位置。如果要修改使用者 ID， 也可以在 System Option 中修改。这边我维持原来的 ID。接下来开启浏览器，输入 http fluidpi.local 或是使用者 ID.local 登入网页界面。进到界面后，点选左侧栏位的最下面设定的图示，来到设定页面，将右侧的页面拉至最下方的更新部分检查更新，所有可以更新的项目更新到最新的版本。完成 Fluid Pi 的部分后，接着要将 Clipper 烧至主控板。主板使用 BTT Octopus 作为 Forum 2.4 的主板，可以使用 USB 或 UART 与 Pi 进行连接。在安装使用 USB 进行连接比较容易，也不需要另外使用 microSD 进行烧入 Clipper 韧体。确认主板的电源是有移除的状态下，接上由 USB 供电与 Boot 0位置的跳线帽，分别将主板变成由 USB 进行供电，与将主板切换至 DFU 模式，以便进行烧入。然后将主控板透过 USB Type-C 与 Pi 上的 USB Type-A 进行对接。回到电脑上，透过 PuTTY 与 Pi 连线后，输入 sudo apt install make 建立安装档，然后输入 cd Clipper 移动至 Clipper 的资料夹中。进到 Clipper 资料夹后，会看到前面路径上的改变。输入 make clean 来清除可能残余的档案。接着 make menu config
来开启建构主控板的硬体参数。这边的控制由键盘上下左右键进行控制。在第一个 Enable Extra Low Level Configuration Option 内的控制器架构 Microcontroller Architecture 中选择 BTT Octopus 用的意法半导体 STM32 的主控晶片。接下来要在板子上确认用的型号。Octopus 的产品有使用不同的型号，分别为 STM32F446 与 STM32F429 的 MCU。回到主板实体，看到中间的晶片上印有的字样来确认晶片的型号。这边我拿到的为 STM32F446 的主板，将处理器 Processor Model 改为 STM32F446。接着 Bootloader Offset 改为32 KB，12 MHz 的震荡区域，通讯使用 USB PA11、PA12 脚位等设定。完成后按下 Q 来确认并储存全部设定。接着在指令栏中输入 Make 来生成安装 Klipper 的 binary 档。完成 Klipper 安装 binary 档后，透过输入 List USB 来确认 Pi 与主控板的连线。如果之前的设定都是正确的，应该会看到其中一个装置名称会变成 STM 装置的 DFU 模式。如果没有看到此模式，可能是跳线帽没有安装，或是没有正常读取。按下主控板上的 Reset 键，并重新输入 List USB 来确认是否有 DFU 模式出现。在 DFU 模式出现后，记下前面的8码 ID， 然后输入 Make Flash Device 等于8码 ID， 接着就可以拔除主板的 USB。拔除主板上的 Boot Zero 跳线帽后，重新连到 Pi 上，输入 List Div Serial by ID 来确认 Klipper 是否有正常安装至主板上。如果有显示出类似以下的显示，表示 Klipper 有正常安装。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